按类型横向对比，功能性光明装的强度，物理减抗，光明版薄幕法袍，以前叫星体结界。有人跟我一样觉得以前光明装的名字起得很好吗？平均排名 4.15， 如果把它当做肉装来看，500生命值和30基础魔抗，以及最初20秒70双抗的效果，这些属性已经约等于一件合格的光明肉装了。那护甲削减效果基本是白送的。这个赛季的战斗较快，20秒的双抗基本是全程有效的，所以物理阵容可以无脑拿给主坦，法系阵容没有好的可以将就当件普通肉装用了。光明版最后的星域平均排名 4.41， 面板属性价值3/4个光明装，所以需要用1/4个光明装的价值去兑换护甲击碎的效果。这个效果是挂上就能持续到战斗回合结束的，所以总体来看是件还不错的装备。光明版离子火花平均排名 4.5， 面板属性相当于半件光明装，也就是说需要用半件光明装的强度去换魔抗击碎和主动伤害的效果。魔抗击碎参考光星宇的护甲击碎大概值1/4个光明装，光离子不是持续到战斗结束的效果，所以还值不到这么多。这个主动伤害效果我不知道是怎么算的，但是直觉上是亏的，因为它只比普通离子火花多了25%的伤害，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件略微亏魔的装备。只要不是非常着急要解魔抗，不然我不会选用它。光明版虚空之杖平均排名 4.28， 看面板给的非常有诚意，攻速、法强、回蓝都是对法系后排有效的属性，基础属性价值就相当于 1.25 件光装了。魔抗击碎效果依旧看作 0.25 件光装，那就是光明版虚空杖等于 1.5 个光装的强度，即便是已经有减抗了还是可以出。减抗聊完来看重伤，光明版莫雷诺密点平均排名 4.31，属性价值2/3个光装，特殊效果是持续8秒的2%灼烧以及33%的重伤。普通鬼畜的属性价值是1/3个光装，特殊效果是持续10秒的1%灼烧以及33%的重伤。假定光鬼畜是好的光明装备，那么就需要约等于2个普通鬼畜，所以10秒1%的灼烧等于1/2减1/3等于1/6件光装。也就是说，持续8秒的2%灼烧需要是持续10秒的1%灼烧的2倍价值。那到底值不值2倍呢？这个就见仁见智了。但是光鬼的异常效果持续时间居然比普通鬼畜短2秒，这个看起来就比较滑稽。我个人会认为这是一件强度在标准线之上的光明装，因为拿来当做计算参考的普通鬼畜在增加回蓝效果之后，本就比普通装要强一点，于禁之怪。哦不，光明版红 buff， 这里夸一下红蓝 buff 的本地化 ，buff 很有修仙小说里气灵的感觉。平均排名 4.34， 攻速 60%， 价值6，增伤 10%， 价值 1.5。一件光明装应该有12，那就是值5%个光明装，也就是说需要持续5秒的2%灼烧和33%重伤，值3件光明装。值不了，参考上面光鬼术，8秒才勉强值1/3件光明装，所以是亏魔装备。光明版日炎斗篷，以前叫日光斗篷，平均排名 4.51， 40物抗价值2， 300生命值也是2， 12%最大生命值 1.6， 也就是说需要特殊效果至少值半件光明装，不可能打成啊！这个挂异常的效率还不如光鬼术。词条却也是8秒2%灼烧和33%重伤，鉴定为严重亏魔。综上 ，S 级的是光法川、光薄木 ，A 级的光鬼术、光星宇 ，B 级的是光离子、光红 ，C 级的是光日炎。